无常，作者慧净法师。所谓常，就是永远不变，不会衰败，甚至也不会消灭、死亡。既然是无常，就表示它是会改变、转变、衰变的，甚至到最后也一定会消灭、死亡的。这叫做无常。世间凡是存在的，都是无常的，不是永恒存在、永远不变的。所谓凡是存在的，那就无所不包。因为宇宙之间所谓的存在，有属于有形的物质存在，我们眼睛看得到，耳朵听得到的都是。再就是无形的、精神方面的，也是属于存在的一种。譬如我们的思想、观念、学问、学识、念头，都不是永远如此，永不改变。我们的心念时时刻刻、刹那刹那不停地转变。我们即使拥有固定的思想观念，可是遇到某种机缘，思想观念也会改变。这是属于无形、抽象方面的无常。那么心外之物，譬如我们的身体，属于物质界，也是无常的，是由细胞组成，而细胞却是不停地在新陈代谢。因此我们的身体当然也会跟着无常。我们的身体从出生的婴儿体到童年、少年，经过了青壮年，然后就会趋于衰老，甚至病变，到时候一定会死亡。所谓肉体的生、老、病、死。其他譬如桌子、椅子、田地、房子等种种器具物品，时时刻刻也都在衰变当中，不可能永远保持固定的形状。这就是所谓器物的生、住、异、灭，乃至于山河大地、地球、太阳系、银河系，甚至整个大宇宙，也都是时刻在转变衰败，最后也会趋于毁灭。这就是成、住、坏、空。不管是精神界还是物质界，都是无常的。人最后会死，物最后会灭，这就是无常的道理。而佛教讲的无常，往往是指人的死亡。所以佛教的无常观，其实就是对死的看法及观念。而人对无常的感悟会有深浅程度的不同，大致可分为4种。第一种人，他看到花开花落，就体会到人生的无常；看到火葬场烧死尸的浓烟，就感觉到生死事大，就会去思维人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死了还有没有死后的世界？如果没有，那就一死百了；如果还有，死后会是怎样的世界？是苦是乐？他会去思维这个问题，而想要去了解它。如果真有死后的世界，那么他要追寻绝对安乐的世界。这种人在佛门是根气比较敏锐的，只要看花朵开了，虽然生命非常灿烂，可是经过一段时间，花朵枯萎了，凋零了，掉落了，他当下就感觉自己跟花朵一样。第二种人，他看到送葬的人群或是棺木、灵车经过，就体会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这样，从而引发学佛修行的心。第三种人，必须让他看到自己的邻居或朋友的死亡，或者参加了朋友的葬礼，才体会到总有一天也会轮到自己，因此想到非修行不可了。第四种人，必须等到自己最亲近、最关心、疼爱的人，譬如自己的父亲、母亲或兄弟死去了，他才会警觉到自己不久也会像他们那样。如果
连亲人死亡也没有深切的感受，直到自己年纪衰老，重病在身，才感觉无常。这是比较迟钝的人。若是连自己老病来临，也不觉得无常已经迫在眉睫，那真的是毫无无常感的人。没有无常感的人，比较没有宗教情操，也不会去追求宗教的信仰，并进一步修行。在佛门里面，所谓老实学佛、老实修行的人，必定有一个重要基础，就是无常感很重。所谓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，并不是等到人老或者重病才想到无常，即使年纪轻轻，身体健康，他也会觉得无常就在眼前。这就是无常观深厚的人，他会积极地去学佛修行，如果不精进的话，是不可能成就的，何况要在今生今世解决生死轮回，那非修行不可。因此可知无常观的重要。在此用阎罗王的来信做譬喻，有一位老人家去世了，他的神识来到阴府阎罗王面前，阎罗王根据老人家的生死簿而判定他的罪业。阎罗王告诉老人家，你在世的时候可说恶多善少，应该受某种刑罚。老人家当场惊吓得不得了，就哀求阎罗王说，阎罗王老爷啊，你如果早通知我的话，我就可以改过行善积德，也不至于今天来到这里受你的审判啊。阎罗王就说了，我早就通知你了，而且不止1封信2封信，好多封啊。当你头发白的时候，是我通知你的第1封信，当你牙齿摇动，是第2封信，当你眼睛模糊，耳朵听不太清楚的时候，是第3封信了。我通知你已经很久了，是你自己没有注意到。当阎罗王说完这些话，跪在老人家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就说，阎罗王啊，你通知他好几封信了，可是你还没有通知我呀，怎么也把我叫来呢？阎罗王就说，我通知你的信也已经好几封了，你还记得吗？当你同班某同学被水淹死，那是我通知你的第1封信。当你的邻居跟你同年龄的某某被火烧死，是我通知你的第2封信了。当你的表兄几年前遇到车祸死亡，是第3封信啊。你村庄的某位年轻人刀伤而死，某一位少年人因患重病而死，是第4封、第5封信啊。我通知你的几封信老早就寄出去了，你怎么没有警觉呢？正所谓莫为老来方学道，孤坟多是少年人。我们常以为人老才会死，生病才会死，其实不然，无常来临就会死。不论健康、生病、老年、少年都一样，何况死本来就是必然的现象，有生就有死，跟死没有缘分的人，世界上一个也没有。念佛愿生极乐世界的人，不止免于跟阎罗王见面，甚至能使阎罗王对他恭敬礼拜。正因为如此，佛教才重视死，重视无常，目的是要超越它。在佛讲说的众多法门当中，念佛法门就是最方便、最容易，功德又殊胜，能当生直接了脱生死，永离轮回，且必定成佛的法门。不管在家、出家、男众、女众，以目前的身份、工作、环境，只要有时间就念佛，随你的根性，能怎么念就怎么念，能念多少就念多少。这样不止现生蒙受阿弥陀佛光明的保护，消灾免难，逢凶化吉，增福延寿，临终更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彻彻底底地解决无常，超越生死轮回。